我这个约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，比较重要。相亲，对，是相亲，对，一定要去对方公司看一看，新颖吧？你们以后相亲也可以参考一下。就说相亲，光跟你相能行吗？你公司在哪儿？必须看一下，全面的了解一下你，对不对？这个车。蛋总，我婆婆老催生，催得我好烦啊，躲都躲不掉，一定躲得掉啊，一定躲得掉。不要跟我说躲都躲不掉，一定躲得掉。如果躲不掉，大概率有所依赖，有所图，有所需求。老公没起好作用，一般来说就这2个原因。咱们来看看啊，我婆婆又封建又强势，每次回家都把我堵在房间里念叨，说她年纪大了，要享受天伦之乐了。明明她3个女儿已经生了4个孩子了，非说儿子生的不一样，让我给她传宗接代。我老公又是个孝子，中了哈，中了。原因2，中的是原因2，老公是个孝子。唉，我也不是说每次都想把你们猜中，你说，我老公是个孝子，他总能理解他妈妈的每一个观点。前几天我们买房子，婆婆给出了30万，好了，2个原因都中了啊，先中了第2个，又中了第1个，就花人家30万。我想的是，我们把公积金的钱取出来还给他啊，到时候，但我老公觉得那样会伤妈妈的心，别搞得好像要分的那么清一样，说可以先还一点点。我也没想太多，结果前几天他们通话，我婆婆洋洋得意的说：“哎呀，我拿这30万买一个孩子总行了吧？”气得我直冒烟呐！我跟我老公说，我听这话我真是不高兴。在我的情绪压力下，他给我婆婆打电话说以后不要这么说了，说生孩子是我们俩的事儿，别催了。他以前连这种话都不敢说，结果我婆婆又开始摧残我这个软蛋老公，不让他叫妈，就不叫了，那叫什么？叫阿姨，叫姐姐，改一个呗，fancy一点。我们这个家庭，让我们的这个家庭modern起来，fancy起来。以后回家你一推门，姐，老妹儿，要干啥？不让他叫妈，服了，叫他爸行吗？满意了吗？你直接这样吧，让你老公直接管他叫奶奶，是不是直接就完事儿了？也不用生孩子了，不就想当奶奶吗？一直当姥姥不高兴，3女儿都生孩子了，不行，就做姥姥不行，我就要当奶奶，以后就管她叫奶奶，一推门奶奶，这回行了吗？你俩都改口吧，你俩一改口也不用生孩子了，是不是？咱妈不就是想当个奶奶吗？咱妈也没有别的那么多诉求啊。这外婆不行，我不行，我要当奶奶。现在是一边是婆婆恶心我，一边是我老公，因为他和妈妈吵架，觉得我是那个挑事儿的人，我好绝望啊！我怎么逃离这种压抑的关系？腿呢？腿落人家里了？你的双腿呢？不在身上了吗？臀部以下，脚部往上，那两条东西，那咋整啊，姐们儿？我感觉你也是，就是跟我抱怨吧，姐们儿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对这个老公应该还是爱的不行吧？
如果这边没有猜错的话，就是说一边是婆婆恶心，一边是老公吵架，说你是挑事儿的，结果你还感觉也没有下出什么结论和决心来，我感觉你还是爱的不行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咋整啊？你问我，想让我当那个挑事儿的，让你老公还跟我吵干啊？你不要当那个挑事儿的，我挑事儿，我可不挑事儿，我支持你们改口，都叫奶奶，再生几个，好吧？姐妹也一句不提，她也不说，她是想晚点，她是生是不想生，是对孩子是什么态度，她也不说。这姐们呢，就是不肯定就是正常人嘛，她不喜欢被人干涉自己的生活，打乱生活节奏。但是与此同时呢，又不愿意为此付出任何行动，就是不喜欢被人控制、掌控。但是好像也也没啥行动。哦，还是有个行动的，还是跟她老公说了的，说以后不要这么说，听这话不高兴。抓紧吧，抓紧把公积金的钱取出来，先给婆婆的钱还上，干啥呀？让人花30万，何必呢？先还上。安总，你说男朋友找女朋友借钱正常吗？我借了，可是心里有点别扭，是我太在意了，想的太多，事儿多吗？不是，因为之前刷到太多说男朋友找女生借钱，就是根本不喜欢这个女生，所以我心里很别扭。那倒不一定啊，就不一定是说就不喜欢你，也有可能真遇上难事儿了，你不用太想太多，就是欠条一定要留好就行了。也有正常的，也有不正常的，都有，分析不出来。就这么简单点儿限定条件，我分析不出来是啥，就一件事儿，把欠条留好就完事儿了，不要借太大数额，哪怕有欠条，你也不要借太大数额。嗯，但你好，我在找终身伴侣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上一次是感觉效果不错嘛，上一次我们宣传了一个，这次又来了。我在找终身伴侣，若你有认识的好男人、优质男人，希望成人之美推荐给我，谢谢。简单介绍：92年摩羯座，重庆人，认知和精神智境界自认为和朋友同学认为都不错，自己做生意，总之我值得。有愿意介绍的，确定了介绍联系，我有个 Word 文档发送过去，我的简历。一览无余，把我的想法、条件详细的介绍，不过还不是全部。语言出口走形变样，每个人都是很丰富的。理想的另一半，这不是上一次那个一样的模板吗？对男方的要求只有一个，就是人品好，有同理心，经济条件、外貌方面无任何要求。当然，学历认知越高越好。范围重庆，只找重庆人。这感觉跟上一次那个男生的那个一样呢。不是该搞笑的吧？好吧，有重庆的朋友，你们自行联系啊，自行注意甄别甄辩啊，别那个彼此碰到骗子什么的啊，都注意甄别甄辩，注意安全，安全第一。有可能就是纯开玩笑的，你们好好聊聊再说，对吧？真有可能是纯开玩笑的。什么玩意儿？蛋总，我生了个你，你是说长得跟我有点像是吗？还行吧，这眼睛比我大多了。
还行啊，不是很像。恭喜恭喜，一切顺利啊！蛋总你好，一个多月前认识一个弟弟，小我1岁，吃席认识的。他是个火象星座，超级大 E 人。我线上很 E，实际生活超级 I。我俩1个多月聊天挺开心。周末临时约了他见面，爬了个小山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。我真的是纯想爬山。我是那种要多见几次才会主动讲话的 E 人。爬的时候我很沉默，我看出来他在努力找话题。感受到他在这种氛围里的不舒服。第二天问他晚上几点有空，咱聊个小天吧。还没等他开口问他的想法，他先给我发个好人卡，说你是个非常好的人，我们可以做朋友。但进一步就算了，真的一整个无语。我知道我是个很好的人，我用你说吗？感觉什么感觉？我长得不在你审美点上，你要这么说，你也不在我的审美点上。他还说喜欢皮一点的叽叽喳喳的女生，殊不知我在朋友面前话超密的。可是弟弟的性格、三观、爱好真的也在我的点上，我真的愿意发展一下。我已经3年没有谈过恋爱了，想起来还觉得有点可惜。为什么？这就是爱而不得吗？真是讨厌！当我以平静的心态开始新阶段的生活，突然被人闯入，留下深刻的一笔，又迅速的离开，搞得我这2天上班都食欲不振。虽然我不想吃爱情的苦，但甜甜的恋爱让我谈一个吧。心动男嘉宾怎么不出现呢？还想问一下，让妈妈暂停催婚的话术。妈呀，我的妈！怎么搞对象？以前读书必须让我门考试考满分，现在怎么搞对象就让我凑合过日子就行了？这我能凑合吗？相亲呗。你就说你再努力了。你好蛋，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牡丹小姐姐说自己像人类学家什么啊？不记得，太久远了。我跟她一模一样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心动过了，上一次心动是大1的时候喜欢一个学长。我现在研2了，最近疯狂的爱上了我的舞蹈老师。我的喜欢就是那种一眼就怦然，当然，我也知道我现在对他的喜欢可能大部分来自于他自己的想象嘛，来自于我自己的想象嘛，我完全不了解他。他每次上课都是卡点来卡点走，我没有能够接触到他的机会。其实我也不清楚他的年龄或情感状况，但我清楚我真的很喜欢他。我有时候会瞎想他是不是已经结婚了有娃了，挺内耗的。求求万能的蛋总，我应该怎么加到他的微信呢？这还需要万能的我吗？这有一个就是功能非常基础的微信不就可以了吗？点开那个2维码，伸出来，往他脸上一杵，不就行了吗？这还需要万能啊？这多大点事儿啊？这是事儿吗？你就一杵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如果加到了，又应该怎么开启话题呢？你先加吧，你不会要问我将来你俩的孩子要叫什么名字吧？这一步步走，把未来都已经想得这么遥远了，还怎么开启话题？你先加。后续我加到他的微信了，但是意料之中啥也没有，可能是个工作号吧。我现阶段也只打算好好跳舞。蛋总有什么开启话题或拉近关系的妙招吗？
老师，老师好，老师，老师，这是您的工作号吗？但是这是我的生活号哦。蛋总，我听他上课破音了，就买了那个这种药给他。我看小红书有姐妹说给老师送这个不会错。蛋总还有其他的妙招吗？我该怎么了解到他有没有对象呢？还在问，后面还有。我是每周有3天要上他的课，见不到他的日子我抓心挠肝，想给他发微信又怕太唐突太明显，只能不停的看他的示范视频，然后期盼赶紧到上课的日子。喜欢一个人好辛苦，但我又来汇报进度了，这怎么感觉会一个悲伤的结局呢？这一条一条的。我已经知道了他养狗，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狗狗的笔记特别可爱，我就发给了他，然后顺势提出了想看看他的狗，他发个视频给我。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我专门在包上背了一个挂件儿，狗狗的挂件儿。我们这儿大哥大的挂件儿。我想他也注意到了，这样会不会太明显呢？其次就是上周我跟他说我们那个音乐有点不好听，他这周就换了。我下课后表达了换音乐，我很开心，这样可以吗？又过了几天，3月27号、4月7号，哇，过了快10天多，十几天了。但我又来补充进度了。我现在觉得除了转发可爱的狗狗视频，就没啥别的和他聊了。昨天和朋友聊天，他是经常被人追求的人，但他觉得经常被人发这种无聊没有意义的东西会很烦。人和人不一样，男的和女的不一样，好吧？老人和小孩不一样啊。我又想到，毕竟他是我的舞蹈老师，某种意义上我是他的客户，那他回复我的消息也许是出于不得已，那我岂不是也是很讨人厌的吗？啊，哭哭。当然也有很多姐妹说追 crush 就是以自己为主体，发完消息自己开心就好。我有点内耗了，求蛋总拨云见雾。我这直播真没少看，还知道拨云见雾呢。又过了4月7号、4月15号，又过了8天。但我现在和对方没有话题了，都说多几个 crush 就好了，可是我就喜欢他一个，怎么办？求支招。但你再不教我，我就要被 pass 了。我心动一回也不容易。但我又回来了。星期六，如果我老分享我的生活，但他只是礼貌性的回复，那该怎么推进呢？是不是就该换下一个呢？之前我记得你有说过可以给对方点外卖什么的，他最近上火，我上课的时候给他带点去火的茶，这样的动作可以吗？但你快教我吧。姐们儿，哎呀，他大概率已经知道了啊。你如果也感觉不到他有什么回应的话，就算了。你如果平时都是这种状态啊，他应该已经知道了。算了，大概率是算了。有一些职业嘛，这个接触的人多啊，经常接触，比如说这种舞蹈老师是吧？他接触的人多，他每天都是人来人往，人来人往的。这个一群人嘛，他在前面，他一个人看你们一群人，然后你老有一些小动作是吧？他应该大概率已经看出来了。就比较容易被发现。明白吗？这个就没有必要再上什么招了。哎，嗨，
但我老公很完美了，但是我隔几年就想离婚，这个念头怎么调理？我建议离了就可以了，没什么好调理。我和我老公属于相互一见钟情的跨国婚姻，现在已经结婚10多年了。他在我眼里非常的完美，情绪稳定、自律、包容、善良、温柔，无不良嗜好。个人爱好跑步、健身、户外运动。我在结婚很多年里也属于完全不上班，在家里躺的状态。他对此从来没有一句话，勤勤恳恳养我养家。直到后来我实在躺不住，才自己找了个班上。我妈对他的评价是：你老公别说是提着灯笼了，打着太阳也不见得能再找到一个。打电话也许就找到了，非要打太阳那多烫手啊！我俩有一个娃，男的，现在正值8、9岁，叛逆期，管不了。我娃也可以扔给我老公管，不管娃怎么狂野，我老公基本上都和风细雨，我真的是望尘莫及。和他相比，我真的很废物。虽然看起来非常乐观开朗，但是其实私底下情绪真的不咋稳定，对娃也没耐心，感觉这些年老公包揽了所有事。他也从来没有任何不满，也没有任何负面情绪。每次我痛苦起来的时候，都觉得自己好像拖累了他。明明没有我，他也可以活得很轻松。wrong。但是我在这段婚姻里也有很多痛苦的时刻，最致命的是孤独。其实我需要的与人时不时的深度交流和链接，但是在异国他乡，加上自己的家庭。有家庭啊，周围朋友永远来来去去，同事呢也只存在于上班，所以最能深度链接交流的其实就是我老公，偏偏他对此完全没需求，也没有能力提供。我和他从没有一次长谈，他几乎从不说自己的感受，我甚至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。你俩不会是语言不通吧？其实写到这里，我也知道他并不是这么完美，我也知道我这种时不时就想要离婚的冲动到底来自哪里。但我同时又觉得这样好的丈夫大概不会再有了，而且他又有什么错呢？非得有错吗？姐妹儿，非得有错吗？咱们探讨一下，这离婚非得是有错吗？这样好的丈夫，哪怕就是再也不会有了，又如何呢？这个也不好啊，对不对？哪都好，跟你不好，那不就是不好？他就是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，10几年来都认认真真维护这个家。那么我就换个问法吧，在你这个年纪（括弧我们同龄），在异国他乡，与人想要产生深度的交流和链接，除了进入一段关系之外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？还是我这个想法本身就值得调理调理的？你问我干啥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就我哪知道？你回来吧。啊，你要不回来吧？回来是不是就好了？你回来住一段时间吧。我认真建议把工作辞了。你老公应该不需要你养家，对不对？你只是自己无聊找个工作。其实你找个一个工作，只是找个一个每天8小时有人陪你聊天嘛，对不对？无人交流，没有朋友，没有陪伴，灵魂孤独寂寞，语言还沾点不通。你把工作辞了，你回来，你回来住半年。回来住半年，你就说我就回来住半年 ，gap 一下，好不好？他妈说这老公是吧？他身边所有人都是这老公，千好万好百好，对不对？这个叫打着灯笼都找不着，太好了。
无穷好。然后呢，他也挑不出毛病来，又给钱，又照顾家，又带孩子，但是他就痛苦，他就痛苦，他的痛苦没人可以说，因为怎么说都像是在发疯，因为她老公形象太好了，她说什么感觉都是她在发疯，她自己都过不了自己这一关，她觉得我不能说呀，一定不是我老公的问题啊，我老公哪儿都没有错呀，那就是我的错喽。难道是我要的太多了？我不应该要求跟人有深度的连接，那我怎么改呢？我该怎么调理调理呢？李诞，你帮我想想，有没有可能就是都没有错呢？你就是不合适，有没有可能？就是他有10000个好，你就想跟人聊天，他不跟你聊天，你也没有任何错呀，你就是想跟人聊天而已，有多大要求啊？这是什么了不起的要求吗？你看就是不合适，有没有可能？分开一段时间感受一下啊！我真的是强烈建议你回来待一段时间，感受一下。可没让你离婚啊，你回来待一段时间，你感受感受。你发现哦，好像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不太会社交，而且我跟人聊天，我其实也聊不了啥。哎呦，我就待了3个月，我怎么觉得这些人，这还没有一个比我老公强呢？这说了几句话也都不在点上呢，语言虽然相通，我还是回去找我老公吧，也有可能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，是不是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回来以后，朋友一见，山一爬，火锅一吃，突然压抑了这么多年，翻腾汹涌的想法，突然有很多人都能理解你，全都能聊。说这样的生活，哎，好像也没有说压力很大呀，哎，没有说需要那么多钱呢。这孩子养不养不也8、9岁了吗？要不离他吧，也有可能啊。关键是你感受一下，你离开那个完美的环境，感受一下你自己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。你在一种完美的生活之中，你不能抱怨，不能否定，不敢肯定自己的疑惑。你离开那个环境，你来自己活一下，感受一下，看看自己的心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，看看自己的直觉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啊，欢迎大家哈！喂，回来吧，啊，感受感受，是吧？回来发现，哎，算了，忍忍过去了就回去了，对不对？回来发现，明明可以过得更好，为什么要忍忍呢？是不是？啊，对不对？You are welcome。当初怎么在一起的？以下部分不是回复给你的啊，如果你在的话，姐妹儿，以下部分你听到别听，你就当我是在文学分析，你当我是在写小说，我在做我自己的幻想，我没有想分析你，你别听哈，姐妹儿。这一对男女当年相逢在那么一个比较优雅的社交场所。她的老公在人群中走过，穿一身笔挺的西装，胸肌这么大，胳膊这么粗，发型非常的柔顺，牙贼白，咧个大嘴，哈哈笑，走过来啊，开始交流，非常的有礼貌，背景非常的好，学习、学业、工作，就是一切对人的那种礼貌。傻了呀？谁看谁不头晕？第一次见，懵了，傻了，彻底被征服了。就第一次见面就是这么谈吐，这种优雅的程度，这种，哎呦，将来在一起以后发现就是这样，在一起2年以后他还是这样，没有再往深走一步，就是这么优雅 ，elegant， 崩溃了，受不了了。
我是文学化的那种说法，我没有分析人家，我只是说有一种这个世界上会存在一种这样的东西，有些人吧，我不知道，我可能比较坏吧，就是我特别擅长在优秀的人身上感受到无聊。我每次就第一次见面就一个非常 arrogant 的人，我就感觉到boring， 1分钟我都不会跟他多说话，根本不会加他的微信，永远不会认识这样的人。我可能是嫉妒啊，我可能是嫉妒，我应该是出于嫉妒。反正我就是特别擅长在人群中识别出这样的人来，我就离他们远远的。我没有说人家不好，我就是说我跟他们真的是没法相处。我特别理解这姐们儿，我特别理解她。就我跟这样的人就没天聊，他就是哪里都好，但是我没话聊，我跟他怎么办呀？没话聊呀。但我实在想不通，怎么人一恋爱就会变得面目全非？我和我朋友10年友情，985，他985，研究生1.70米大长腿，1.70米的大长腿，那本人多高啊？1.70米的大长腿，那人得2米多。什么朋友？姚明。嗯，赶紧啊，赶紧去参加打篮球去吧，快！啊，父母也都很厉害，很优秀，反正除了她的男朋友吧，一切都很好。悲剧的开始，悲剧的开始，开始操心自己好朋友的男朋友好不好了。悲剧的开始，不管她男朋友好不好，你俩都好不了，反正你好不了。不管人家好不好，你肯定好不了。还是父母都听，除了她男朋友，一切都很好。除了她男朋友，说就不肯定不是一切都很好。除了她男朋友，首先你就不会太好哈，姐妹儿。除了她男朋友，你肯定就不会太好，还一切都很好，这一切里就没有你。她和那个男的是剧本杀认识的，比她大10岁。国企工作，一开始觉得除了年纪大点吧，也还算靠谱，我还挺为她开心。但她越来越黏着这男的，不夸张，就是醒着就得跟她男朋友视频。我清明节组了个局，请几位朋友来家里吃饭，她在饭桌上都要和男朋友视频。看直播那有可能是吧？男朋友直播呢，人看着，对不对？你也看，你把我点开，你下回你把我点开，姐妹儿。这有啥过不去的？你看她和男朋友视频，你点开我，你也看呐？谁知道你是不是视频的？你看直播不一样吗？你假装视频不完了吗？哎，你摆摆手啥的，下单，你互动起来，快点！哎呦，我这个 ，sorry 啊，sorry， 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木鱼呢，哎，算了，不敲。他自己聊就算了，关键一吵架就拉着我通宵打电话。老天爷，我白天996大厂女工，晚上还得加班情感咨询，一晚上苦口婆心，其实根本也抵不过那个男的2句宝贝哄哄就好。这样的流程反复已经至少4次，为什么吵架就拿我当垃圾桶？甜蜜蜜的时候就你侬我侬，把我当空气，那不然呢？那人家甜甜蜜蜜的时候把你当垃圾桶，你受得了吗？甜甜蜜蜜往你桶里吐蜜，吵个架拿你当空气，那你还觉得他是拿你当朋友吗？最近他组合个局，说要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这回见到她男朋友了，
以前就是以为镜头显脸大，原来他真的是猪猪侠的脸，马欧的身材。怎么感觉有点利益相关了呢？以前以为是镜头显脸大，原来是点我，是不是点我呢？他人品也不好，对服务员吆五喝六，拿枪做调。朋友一直想说和我们，但我真的是受不了，最后找个借口先走了。我给他发个消息，给朋友发个消息，不是给那男的发消息，说我看真人还是觉得配不上你，你谈着还是老内耗，真的不值得。结果被那个男的看见了，蛋总，我真贱呐，我就不该去，我真是不该多管他俩那破事儿。是啊。早第一自然段我就跟你说了，可惜那会儿咱们这个读信不是实时的，第一段我就跟你说了，就不应该管他，你管人家干啥呀？总之，这男的从此就记恨上了我，每天和我朋友念叨，说我老管他，说我在 PUA 他，谁 PUA 谁呀？她男朋友还突然加了我微信，二话没说发了个表给我，让我还钱。我点开，我真是看傻了。里面详细记录了最近半年我闺蜜请我吃的饭，给我送的东西，具体到哪一顿在哪儿，甚至那种薅羊毛的免费咖啡都要和我算，还要按原价算。还有，我寻思他有心思放工作上，也不至于惦记我这点钱。我读到这儿，我都感觉不真实啊，真的假的？说这是我们姐妹之间的事情啊！我跟他说，我跟那男的说，我说这我们之间的事情关你屁事。这男的说他们现在在一起了，这些也都可以算作是什么共同财产。他这个法盲是怎么找到工作的？我实在是懒得和他扯皮，直接把聊天记录甩给了我朋友。然后我还转了666，我想说，我其实就想说你这男朋友真溜。结果怎么着？他把钱收了，他还把我拉黑了，真的假的？打电话过去，这不是假的呢？你说就是为了骂他呀？我打电话给我闺蜜，她说不是她，是她男朋友干的啊，说是她男朋友把我用她手机操作的，说她男朋友就是不喜欢我。她已经在劝了，等她男朋友消气了，再给我从黑名单放出来。我现在真的是被气疯了，我这朋友还有救吗？你还有救吗，姐们儿？救不了啊！你先看你有没有救就完事儿了，你救不了他，你救你自己。如果是真的话，救不了，救不了。救不了他。如果是真的话，没事儿，你救不了他啊。没事，咱不管了，可能有情节有夸张吧，但是这种事儿呢，这种事儿肯定也不稀奇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多多少少你身边也都经历过。他这个情节有点太夸张了，就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都有点极致了，不是他们仨都有点极致，就这个爱管闲事的闺蜜有点极致，谈了恋爱以后就是恋爱脑，就是不行了。这女孩也有点极致，完了这男的也是有点疯。如果是都是这个不是夸张情节，都是真实的话，就有点太极致了。咱就正常来说的话，就是千万别管，千万别管，千万别管。第一天就不应该管，就是从第一天开始，
说你觉得那男的怎么样？你就你看今晚的太阳多热呀！哎呦，那月亮好晒，天气好好啊，姐妹，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都没有一起晒过月亮呢。就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这样，好吗？就不要给他发展的机会啊！过两天说我跟我男朋友一起见面，请你吃个饭啊！什么？谁？哪儿火山喷发了？什么？我必须到！对，就差我了，马上到吧！哎呀，你刚说什么？没听见，我先走了啊！就大概就这种。等他们在一起，差不多就已经有段时间了，那可以就正常。非要一起吃饭，再跟你们说一个比较重要的，别3个人单独啊。就是也要见是吧？人家真谈上恋爱了，就是咱也不是说肯定你就是恋爱脑，肯定那个对方谈的对象就不好，也不是，人家就是真的很相爱的一对，也很有可能。但是为了保护你自己，一起吃饭的时候人多一点，明白我啥意思吧？就一帮朋友一起，哎，嘻嘻哈哈的，结束。我说明白了吧？咱没有说人家肯定不好啊，这个恋爱脑有时候也会碰到，就确实也碰到好人，也是肯定会碰到的，只不过就是别给自己招惹太多是非，万一对方只叫个我呢？不去，一定要问还有谁？没谁，那我也没空。好吧，我这说的比较粗暴，但是这样能比较好的保护好自己，没必要不要牵扯太深，天天给人出主意干啥呀？你有啥主意啊？你是我呀，我都出不明白这主意，你给人出啥主意？管好自己完事儿。